你可以开始了。好，自然就好，自然气势有出来就好。好，气势，气势吧。气势，对。要开始了耶！你看来 YouTuber 来开始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人间猫。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长笛玩家郑宇泰。今天会邀请他来，是因为呢，长笛学了非常多年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学会循环呼吸，然后想看看今天会不会可以突破一些东西。影片就是有看到一种那个民族乐器，然后他们就是用循环呼吸在吹。好，其实蛮多民族乐器都会用循环呼吸。对啊，它其实已经存在好几千年了。它是从其实是古埃及那个玻璃工艺出来的。玻璃工艺，玻璃工艺。对，但是他们烧有一个窑，然后要用吹口，然后下面会有一种类似玻璃的东西，然后它要把它吹成圆形或者各种形状。啊，我知道，做玻璃瓶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东西。对，就是做那个。以前就是要一直吹气，一直吹气。所以他突然吹，发现哦，会循环呼吸了。对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非常的特别的技巧，但是它是从一些工艺发展出来的技巧，后来才拿到那一些像是宗教音乐的民俗乐器上面去使用。对啊，而且他们使用的可能会是，比如说宗教音乐有很多固定的音频，你吹久了之后，它就会有一种平静感，对，感觉是上达天心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就是要一直持续的，不能间断。对，所以气跟这个宗教有一点关系，跟民俗乐器有关系。然后发展其实很久，像国乐也是发展很久啊。对，虽然是吹，比如说中国笛啊、笙啊、必学的技巧啊，他们也没有特别强调怎么学，但是就是对笙也是会用到的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。对啊，他们就是为什么长笛要这么的？长笛为什么要这么？对啊，觉得它是一个很熟的技巧呢？不然为什么？就是想不透啊。对啊，是会有一些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意思。耶，我要把书给你。耶，好。你看你为什么就是这一本新书好大本哦，超大本，变很厚哎。对，相较上一个版本来讲，这个是非常的厚，有100多页，116页。这跟上一本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其实内容，我有稍微把上一次在办一些大师班讲座的时候的内容稍微更精简，然后把一些稍微不必要的东西去除掉，有一些版权的问题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是别人的图或是照片啊，就尽可能不要有这种问题，就是把它拿掉，然后去特别请一个插画家来画，然后把它画上去这样。原来如此。我还记得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，对，在念音乐班的时候。然后大家在看循环呼吸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就大家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对。然后我还记得那课有些人会说，练循环呼吸会伤肺。对，有一些很奇怪的讲法。然后还会就是音色会变烂。对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你实际上就是循环呼吸这个迷思，就是你在练的过程当中是有发生的吗？你说对刚刚一些迷思吗？对，就刚刚那我突然那时候听到两大主要都在讲，而且那时候对循环呼吸有一种鄙夷的态度，就觉得这是根本不需要练的东西啊。我那时候其实好处是我完全没有听过这些迷思，也可能我太早出国。可是后来回来开始要宣传循环呼吸的教法的时候，才开始听到有些听到我听到的东西了。对。但是我自己练完之后，我觉得其实第一，它不会让你的音色变糟，反而让你的音色变集中。第二，它不会让你的气变少，它反而会增强你的肺活量。然后第三，它不会让你的气场会断掉或是音准不准，它反而会让你的吹气的，一般在吹长笛的气体的方向性变得非常的精准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反正你练循环呼吸可以，就是有这些好处。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吹长笛的时候，比如说一口气好了，这样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可能你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它可能是。
那你的每一次换气，你的气可能方向就不一样。对。可是循环呼吸不行，它一定要，它才有办法达到那个。它才有办法达到把你的气灌到你的乐器里面去的那个，让它不会断掉的声音。对，这也是循环呼吸它的优点，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方向性非常的精准，然后反而会让你的这里变得非常的。就是它其实可以训练到就是脸部这些小肌肉，对不对？训练到这些小肌肉。哦，那我懂你意思。所以它其实可以让整个掌控度再更提高。对，可以非常的精准。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技巧的？因为在我自己开发这个系统出来之前，大致上老师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教你要怎么去练循环呼吸，就会教你拿一个水杯，然后拿一根吸管下去练。对。但是这样你可能从1个月练到10年都可能练不起来。我就是这样嗨。我当初也是这样练不起来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时间真的是太久了，对，就某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会了。但我觉得这不可以啊，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么好的，应该是要有一个系统可以让大家说我是怎么练会，怎么样记住我怎么练会的，所以才会开发这个东西。所以我练的时间应该差不多有5年左右。可是我记得你书里面写说你2011年去比赛的时候就用这个技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应该更久哦。对，感觉很久现在已经很久了，2011年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你摸索很久我摸索很久。那所以你想通这个技巧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应该说整个系统，你有把系统化是什么时候？还有想要出书是什么时候有的念头？其实全部想通的时间没有很久，大致上全部综合整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时间大概差不多1个月左右。哦，这么快？但是就是在那之前，就是已经有查过很多资料啊，然后想过很多事情啊，这个怎么样可以透过最有效率的方法传达给别人？这个是花了很久的时间，这已经没有办法测量说到底有多久。就是从开始研究到那时候，就大概花了很久。但是有这个想法出书，然后跟把这个概念交给别人这件事情，大概就花了1个月左右而已。你说写好这本书你花1个月而已？第一个版本的时候这样。哦，这么快？因为其实所有东西都在我脑袋里面呢，我是哒把文字写下来之后才发现，有这么多东西哦。对啊，原来脑袋我觉得只有那些东西。对，我没有想到就是循环呼吸可以出这么一大本真的很酷。一般来讲，看国外其实也有很多循环呼吸的教本，但是里面可能都会是一些比较，它放很多科学的图，放很多物理学的图，放很多气流怎么样，你口腔内部怎么样，类似像这样子吗？对，像是这样子的气流的图，但是他们解释我也完全看不懂。所以是太复杂，没有吗？有点太复杂，而且当你没有真正的学会循环呼吸，比如循环呼吸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可以同时吸气跟同时吐气嘛。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才有办法把那些国外大师的书一翻就知道说他到底精髓在讲什么？对，原来他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会讲很多肌肉学的东西。对，他为什么叫场地玩家？为什么叫场地玩家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吹场地就吹场地嘛，但是我喜欢在场地上找很多非常特别的东西出来练，甚至出来学习，出来做演出。比如说像是循环呼吸，就是一个我觉得吹场地、吹管乐的人都非常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技巧，对啊，可是它却非常的实用。那 B-box 加入场地之后呢，就会有 B-box 的不同另类的感觉。对，就还有很多接触像电子音乐啊，像阿卡贝拉各种东西，所以我会把自己称为场地玩家，就是可以去玩各种类型的东西，像一个 player 一样，而且英文就是 flute player， 场地玩家。所以这里面有那个含义是那种觉得就是在场地界里面，就是大家可能都太严肃看待某些事情吗？有这个含义吗？也有这个含义在，就是场地一般来讲，我们刻板印象就是觉得，就是穿着帅帅的、美美的，对，在台上优雅，然后吹得很漂亮的，像鸟一样的音色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太符合我自己的性格。而且我想要突破一下这种框架的感觉。对，其实，在国外很多吹场地的，它本身在，比如说他们穿着是街头风。或者是我好想去刺青哦，想去刺青，我超想去刺青的，到现在都还没去刺，想超久的。
你可以吃一只猫的。好，OK。所以其实，在国外很多场地家是可以让，比如说，其实，在他们的穿着上面就很有他们自己的 style。对。所以才想说要在就是怎么样可以在场地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 style 在里面。对。了解。就我那时候在史拉斯堡，就是我的同学们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参加一个叫做实验戏剧，音乐家拿自己的乐器上台做很多演出的变化，演一些戏剧，加入自己的乐器，这样开始都放不开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其实为什么我们古典音乐的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眼睛就不能看着观众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就会很习惯的闪避观众的眼神。为什么呢？对啊，然后看着观众就会觉得害羞。对啊。对，但是戏剧有一个成分很好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盯着观众眼睛，对着他说话，然后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。他说：“你今天好吗？”然后现在要演一首曲子给你听，过得好吗？对，然后我是用音符去说话，音符说完话之后呢，我期许你在内心有一些跟我一点的回应，你可能会用眼神、用微笑、用各种身体语言跟我对话。对，所以这个已经有点跳脱古典音乐的成分了。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跟台下的人有一个互动。其实，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行为艺术家，他那时候是在哪里？MoMA嘛，然后他就是坐在那，人家来给他凝视。你知道那个吗？就是可以任意对他做任何事情。之前他有一个 project 是说你来，你可以任意对我做很多事情。这是同一个艺术家。同一个，然后后来这近几年来他做的那个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很有趣，因为其实眼睛就是可以传达情绪的一个部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家应该是要可以跨出这一步，就是可以用眼睛跟观众交流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但是我们都不容易做到，因为学古典音乐就是太避俗了，有点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怎么样。对，就是有一个框架在，不太敢突出去这个框架，因为老师会说你这样错了。对，以前在学校很容易遇到老师说你这样吹音色不对。对，音色不对，音准不对，你的音吹错了不对。对，就是怎么样的声音才会是好听的。对，就是有很多框架局限学古典音乐的我们。但是我觉得音乐应该是可以突破这个框架。对。然后这个框架应该是比较属于虚线型的。你可以将自己放在里面，但是同时你也是可以伸出去。然后大家也才可以虚线跟虚线重叠，会变得比较实一点的线条。就会。它可能会变得，好像实线又不是实线那种多元的感觉。看完刚刚的影片，如果对场地以及循环呼吸有新的想法，请在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了按喜欢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之后会有更多关于循环呼吸的续集，让我们一起挑战学会循环呼吸吧。小肌肉群，它都可以，小肌肉群。